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Kara，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这一节我要分享的是2024年度的爱用眼部产品分享。对于敏感肌部分，我也是有一定的标准。今天分享的产品都是特别适合敏感肌的，基本上都不会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之类的。如果对以上内容感兴趣的朋友们，我们就继续喽。我先从眼部精华开始分享。今年用到好用的眼部精华没有新的，都是旧的，那我就轻轻的带过吧。第一款是 BRLAB的比菲的眼部精华，因为它的使用感受很好，不会跟底妆打架，不会搓泥，而且它不会过于滋润，保湿度也很好，所以这款我觉得蛮舒服的。这瓶是第二瓶，这款是去年到今年还是蛮喜欢的一款眼精华。除了它的质地非常舒服之外，它还有一点点去水肿的效果，因为里面有咖啡因的成分嘛，会有一些辅助。另外它有添加多肽的成分，还有比菲德发胶物，几乎就是某专柜品牌 Estée Lauder 的比菲德系列的眼精华，看起来质地也蛮相近的，但是这个价格就很平价，现在比较难找，也许你可以问问看代购，搞不好会比较便宜。眼精华选择还是很多的，不一定要买这款，大概讲一下而已。另外这款眼精华也是我回购，而且我之后也想要继续回购，是 The Ordinary 的绿茶眼部精华。那这款精华它去水肿效果非常好，特别有效，而且它的保湿度也很好，但是因为它的咖啡因的浓度比较高，所以在我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，特别是用完视黄醇之后，用在眼周就特别刺痛啊，这段时间我就不会用它了。一般的敏感肌平常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啊，主要是觉得它的去水肿效果非常好，长期使用你会看到眼袋会有改善，还有黑眼圈部分都有点帮助啊。这款成分上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刚刚 BRLAB 这款是有添加精油部分，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和 PG。The Ordinary 成分跟使用的效果都很好，不过它这个质地比较容易搓泥，也是有它的缺点，不建议在化妆之前使用。其实我今年也有买这款 The Ordinary 的多肽的眼精华，这款眼精华不 OK， 我觉得不用买，它的质地比较水的，我以为它应该不会搓泥吧，但是这个质地它是会搓泥哦，而且比绿茶眼精华更容易搓泥，这个真的是大忌啊，不推荐，而且它的效果真的还好，只是一般的保湿感觉而已，整体的效果都没有绿茶这款好。前面的眼精华我都是略略带过，因为之前有分享过。接下来这款也是我爱用的眼精华，但也是旧的产品啊，这款就一定会重复回购。Beauty of Joseon 的红参加视黄醛成分的眼部精华，这个非常推荐，长期爱用的眼精华，对于抗老部分很有感，而且很温和，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会使用它，不会有任何的刺激感，这个敏感肌都没有问题，真的用起来完全不会有刺激感。它虽然是眼精华，但是用起来有点像眼霜质地，比眼霜再轻薄一点，但是又有眼霜的那种滋润度。用完它之后，我通常会再叠擦一个眼霜，我是晚上才会用的，白天不会用。这款也是可以涂在其他有纹路部分，眼部、颈部都是可以使用的，用在你需要改善的部分。它的保湿度、肤感都很好，不会油腻，但是滋润保湿度很不错。成分里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近闻有一点点人参的味道。这款眼霜添加了10% 的人参提取物以及2% 的视黄醛的成分，它是写2%，但是它的成分列表是写0.02% 的视黄醛，可能它有包含其他类似的成分，我猜因为它写2%，这边有写的。它就是很温和的，所以我感觉差不多吧。这个浓度除了我刚刚说的成分之外，还添加了一些植物的油脂，还有植物甾醇、胆固醇、神经酰胺 MP 以及多肽的成分，整体成分都是不错的，而且使用感受效果都是好的。我觉得长期使用的确是有改善眼部的细纹问题的。这个眼霜呢，在虾皮可以找到，我介绍的产品都不贵啊。好，今年呢，我会使用的眼精华其实 COSRX
那这一款其实是脸部的精华，一样我把它当成眼部精华用，它不会搓泥，不会让我眼周长脂肪粒，直接又刚刚好滋润保湿，不会过于油腻，当成打底再叠加眼霜，非常适合。但是呢，它是没有咖啡因这些成分，所以它不能够改善眼袋部分，不会排水了。但是对于细纹部分、皱纹部分呢，还有眼周的保湿度就有很明显的帮助了，非常的好。它的肤感是很好的，而且成分添加了多种的多肽成分，还有氨基酸的成分，也很适合用在眼周。大概是每一天1滴，它是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 添加。那这瓶精华在我年度爱用的精华产品分享有分享过了，我就不多介绍咯。接下来眼霜部分，眼霜我今年只有用到1款比较满意的眼霜。我其实用了很多不同的眼霜，但是目前都是比较喜欢曾经分享过的。首先就是 Sigmund 这款表皮生长因子，成分少，成分也很好，主要是一些表皮生长因子以及六胜肽，还有烟酰胺、虾青素、甜菜碱、海藻糖，多种的玻尿酸成分，维他命 E、贝塔胡萝卜素、葡萄脂提取物、维他命 C 等等，成分超级好的。因为很久没有看它的全成分，有点忘记，只记得它有表皮生长因子。现在我看一下，成分只有30种而已，也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、PG， 而且它的质地是所有肌肤都适合的，有滋润感，可是不会油腻。它的肤感呢，说不上是非常清爽，因为它是有一定的滋润度，可是它不会让你的眼周长脂肪粒，而且很好被皮肤吸收，绝对不会闷皮肤，所以这个质地是所有肌肤都适合使用的。你很怕眼周会长脂肪，你可以试试看这款眼霜，很推荐。那这个品牌也是皮肤科医师去研发的嘛，在韩国蛮有名的。之前我买了它的粉底液，也是表皮生长因子的成分，我超级爱。它的成分就很像保养品，效果也好。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看之前的粉底液分享，之后我会再出使用长一点时间的使用分享。那这款就过了。另外这款 Benton 的眼霜呢，也是去年有分享过了，目前也很爱使用，我甚至开了新的，这个已经用完了。它的质地会更接近乳霜状，会比 Sigmund 这款呢更浓厚一点，滋润度、锁水能力会更强。我用完视黄醇的时候，眼周是特别干的，我用这个可能力道就不够了。那段时间我就会使用这款，因为它的锁水能力比较强，而且很有感。这款也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没有任何的香味。它主要的成分就是添加半乳糖发酵物，还有一些乳酸菌的发酵物、比菲德发酵物，以及多种胜肽的成分，神经酰胺 NP， 还有一些多种的植物提取物等等，成分也是很不错的。所以才会继续回购，连续最爱啊！这款我推荐给眼周皮肤比较干、需要锁水力更强的，可以用这款，但它不油腻哦，也是不会闷皮肤，不会让眼周这么容易长脂肪粒，它只是锁水能力比较强而已啊。需要锁水能力更强的，可以试试看，或者是跟我一样交替的使用。好，接下来这个眼霜是我今年唯一用到是可以推荐的眼霜。就是这款，这款也是空瓶的 Cinemax 的洛丽果眼霜，它里面是有多肽的成分，也是很多抗老的成分，而且它添加量最高的就是洛丽果的提取物了。首先呢，它添加了36.26% 的洛丽果萃取物，另外添加了烟酰胺2% 的洛丽果脂油，还有乳物果油、蜂蜡一些合成的油脂、植物固醇、多肽的成分，类似表皮生长因子的成分，还有补骨脂酚，补骨脂酚就是温和版的视黄醇。另外添加了多种的植物提取物以及神经酰胺 NP， 它是没有添加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 PEG， 有添加一种的精油迷迭香叶油，这个是精油的成分，但是它几乎是没有什么香味了，很淡。添加量比较少的，而且使用感是很温和，没有任何刺激感。我觉得它的使用感受呢，锁水度、锁水能力很强，跟 Benton 这款很像。可是呢，它比 Benton 再清爽一点哦。它的肤感真的很好，很不错。后面越用越喜欢，它也是对于一些细纹呢非常有感的，有帮助。这一款也是我今年用到觉得不错的眼霜，大家可以尝试看看，在它的官方网站可以买得到。眼霜部分的分享完了，接下来是分享今年用到好用的眼膜。
但是大家应该看得到了。今天要分享的爱用眼膜几乎都是旧的产品了。首先这一款是 Dr. Trip 这一款，其实 Dr. Trip 呢，它是 Sigmund 衍生出来的一个品牌啊，是同一家公司啊。那这个 Dr. Trip 的眼膜，我觉得它的形状做得很好。非常的亲肤，而且它非常宽，它比一般的眼膜再宽一点，可以敷到颧骨这边，很舒服。而且它成分是没有添加人工香精、酒精、精油和 PEG， 没有任何香味。主要成分添加了烟酰、玫瑰果提取物、桑皮提取物、紫苏果提取物、维生素果提取物、腺苷、B5、维他命 E 等等的有效成分，都是一些植物的提取物。它的成分可能会比较温和、抗氧化，对于美白部分有一点帮助。敷久之后呢，眼膜会变薄，很明显的变薄，所以你会感觉到真的有效果的。通常我敷任何眼膜之前都会先用一些保养品打底，所以我是所有的保养程序之后，眼霜、眼精华都擦完了，甚至会擦多一点点眼部的产品之后再敷上眼膜。这种水晶眼膜通常至少敷个30分钟，可能40分钟左右，我才会卸下来，会感觉到它变薄，我就会把它卸下来了。有时候眼部比较干，吸收度比较好，有时候比较慢，就看当时的情况。接下来这两款的眼膜是 Medicube 的水晶眼膜，也是我3年前就有在分享了，这款目前为止还是我最喜欢的眼膜之一。这两个会有点不一样，蓝色这款会比较清爽一些，我觉得它去眼袋部分好像有再好一些。橘色这款它的滋润度会比较高一点的，它们的精华质地有一点不一样，可以轮着使用了。蓝色这款主要做保湿，橘色这款主要做纹路滋润的，使用感都非常好，通常也是擦完眼部产品之后再用它们的。但是因为这两款的眼膜了都有添加一种的 PEG， 所以它们的吸收度会稍微好一些。PEG 虽然有一个好处是让产品更好吸收，但是如果你产品里面的成分有一些比较刺激的，它会促进这个刺激成分吸收，所以不见得是好事。通常我会避开这个成分，敏感肌尽量不要用，因为你不见得只是用一个产品有 PEG， 你这个 PEG 的产品用完之后，你后面的化妆品或者是你用的其他产品有一些刺激物，这样子也会有一些影响，让你的皮肤容易不稳定过敏的。所以平常呢，我会建议避开这成分。但是这眼膜我用了很久了，眼周部分呢，我的皮肤是没有脸部那么脆弱，加上这个眼膜，因为它是水晶眼膜，而且它的成分比较单纯，比较简单，没有什么刺激的成分，没有人工的香精、酒精和精油添加，所以它整体的使用效果是好的，也不会让我皮肤过敏。如果敷它之前擦一些有效的眼部产品呢，它会促进这些产品吸收，效果就很不错了。这个橘色成分有添加甘草酸2钾、蜂蜜、西兰花提取物、茉莉果提取物、小麦提取物、多种的植物提取物、维他命 C、芦荟叶汁、水解胶原、泛醌、Q10 的成分以及多肽的成分，还不错的。蓝色这款的成分呢，添加了多种的氨基酸的成分，还有胶原蛋白、玻尿酸、神经酰胺等等的有效成分，觉得都不错耶。那看到效果应该是橘色比较好，两个都可以换着使用。我觉得这3款眼膜其实实际上使用的感受不会差太多，可能成分有一点点差别。当时去这款就非常温和，它不含 PEG 的。说实在，一开始使用我觉得它的去纹效果各方面没有 Medicube 他们强。可是长期使用，前面擦多一点点的保养品，效果其实也不会差太多，一样都是有去纹、淡化细纹的功能呢，就看你怎么样使用它。最喜欢是它的面积够大，这几个眼膜的材质都非常舒服，不会刺激。今年也有一款我觉得还蛮不错要分享的，是这款来自法国的品牌，这款是台湾艺人爱丽丝自己代理的一个品牌哦，从法国拿代理来台湾销售的。这个品牌产品都蛮适合敏感肌的，属于植萃类型的。它的其他产品我没有用过，因为我还是会看一下价格。韩系的产品选择还是很多的，无意中发现这款眼膜好像蛮不错的。它的质地其实蛮普通的，就是一般腰果型的籽状的片状面膜，弄上去就跟一般的片状面膜质地差不多，但是也是服帖，因为它精华够多，它精华比较偏水状，比较营养
的精华水质地，使用它不能敷太久，大概10分钟左右。你要记得把它拿下来，因为它很快被皮肤吸收完之后，你没有把它拿下来，就会吸你皮肤的水分了。用完之后很神奇，眼睛周围一个腰果形的变得很白，2个肤色，不过就是刚拿下来的效果啦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了。我觉得它效果算蛮不错耶，这一款我觉得蛮推荐，而且它成分非常温和，特别适合敏感肌耶。主要的成分呢，添加了多种的植物提取物，玻尿酸、烷磷脂，另外有添加薰衣草精油。老实说，我觉得它的成分很简单，可是它使用完的效果又蛮不错的。这个单看成分就很难会预测到它是什么样的产品嘛？这款我使用过，会想要重复回购的，还蛮不错。我觉得它保湿的效果很好，可是它的保湿度属于比较清爽的。如果是针对抗老的朋友们，就可能会不够力。我会更推荐这种水晶眼膜，再叠加一些眼精华眼霜，效果会更好。但是呢，偶尔想要换着不同的产品使用，也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。它有一个缺点，这个眼膜纸啊，有时候不是完全贴在眼周嘛，有一点皱褶，就会有一点点印痕，有一些痕迹。不过隔一段时间就会恢复正常了。但是水晶眼膜这种呢，就不会有这种问题啊，敷完都蛮平滑的。我觉得它淡化黑眼圈、色素这部分，还有保湿效果都蛮不错的。我在虾皮找它的官方网站啊，5片600多台币还能够接受，这个就推荐给你们了。好，那么今天分享的所有产品呢，都分享完哦。喜欢我的影片的朋友们，请记得帮忙按赞，还有别忘记分享、订阅、按小铃铛。我们下次见吧，拜拜。